父亲欠下巨额债务，把我送给了金圈大小姐抵债。为了摆脱金圈大小姐的魔爪，我连夜扛着火车逃到小县城，过起了安稳的小日子。却没想到大小姐差点掀翻整个上京。离开上京已经2年半了，当初我父亲欠债50万，拿我顶债，最后又转手被人献给金圈大小姐。白宁冰是上京白家的掌权人，在圈子里呼风唤雨，在白家5年，陪着她从青葱少女到学业有成。尽管她一直叫我小九，但对我来说欠债还钱，我自认为是白家的家仆。那年我做沙雕动画赚了200万，打给白宁冰150万后，我切断了所有联系方式。趁着大小姐被家里安排相亲的机会，我拿着剩余的50万离开了白家，获得了自由。我把自己的名字牛九改名成牛远山，躲进了一个海边县城，并在这里的海边开了一家民宿。这几年生意是好是坏，倒也赚了不少。刚开始到处都是搜人的消息，既然我还了白家的钱，白宁冰多半是舍不得我多年的陪伴，想问个清楚，过一段时间就不找了。直到最近，上京那边搜人的消息渐渐平息，我约摸着白宁冰也该忘了我了。我坐了1天1夜的火车回到了我出生的地方，稍微打听就找到了我父母的住处。他们在当地过得不错，也小有名气，不难找。这家有个能耐的小儿子，在个上京找了个好人家，对方对这家人很招呼，所以当地的权势都不敢得罪他们，他们也获得不少便利。5个哥哥都读了书，找了工作，3个姐姐反而早早的嫁了人。那日父母出门逛街，我假装到处看，跟在后面，听到他们的对话，我真是哭笑不得。这死小子到底上哪去了？好好的白家不待，到处跑什么？白瞎我给他找的靠山。可不是，大小姐这今年都来问几回了。我要是知道这死小子上哪去了，我立刻绑了他给宋家送回去。是啊，你看白家多好，还给咱们买了房，买了车，连带着这几个儿子都找到了好媳妇。这么好的人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离开家这么多年，父母一次都没来看过我。开始我也会期待他们能来见见我，或者赚了钱把我赎回去。渐渐的我也不再期望了，估计他们已经忘了还有个卖掉的儿子。躲了2年，一得空我就来看看我的父母，没想到他们却还是记得我的，只是记得在白家过好日子的我。看样子这个家我是回不去了。我连夜坐了车又回到了县城，蒙头睡了2天。我还是决定先在镇上找个酒店做服务员试试。酒店老板见我长相好，当天就让我上了班。头一回工作，没想到还受到了歧视。那个小牛，你去前面一趟，经理找。说完还白了我一眼。我过去的时候，经理正急得满头汗。你来的正好，这有个难缠的客人，他们都不爱伺候，就你了，千万别得罪这上京来的姑奶奶，这可是大客户。我只好推门进去，问他有什么需要。对面的姑娘看到我愣了半天。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呢？您一定是认错人了，我们这种小地方怎么可能有您认识的人呢？小姐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你是不是姓牛？他站起来围着我转了一圈，上下打量穿着制服的我。我觉得你叫牛九吧？你是不是上京白家的人？我以前陪父母参加晚宴，远远的见过你一眼，你陪在白小姐身边。您肯定是认错了，我是这里的本地人，没去过上京。我心里一惊，没想到有人认得出我，只好打着马虎眼。不能吧？牛九他可是在白家培养出来的，你这小地方的人根本不可能养出这种气运来。小姐，经理还在叫我，您要是没有什么吩咐，我就先下去了。对方挥挥手放我离开，也没有难为我。出了门，我直接找到骗我过去的男生。你什么意思？都是同事，干嘛骗我？你一看就是富家子弟，出来体验社会的。你装什么？你装，还和我们抢饭碗？老板给你开了多少工资？我也懒得回答，转身和经理提出了辞职。万一白宁斌发现我，我就前功尽弃了。躲了几天，我发现并没有人找我，我彻底放了心，索性直接到了附近的城市里去找工作。我找了个当地最大的滑雪场当值，同时也做酒店大堂经理。酒店老板看我长得帅气，乐于把来往的富家小姐交给我带着。这天滑雪场来了一批富家小姐来这边旅游，晚上酒店老板亲自设宴，非要我做陪。无奈我只得穿了一套最朴素的衣服，坐在了宴席的末尾。席间老板催促几个男生敬酒，大家都很热情，毕竟这几个人一看就是富家小姐，年轻又漂亮，哪个男生不喜欢？轮到我敬酒的时候，我起身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喝酒，以茶代酒，敬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一杯。几个富家小姐一看就是混世魔王，看我不喝酒，顿时不干了，装什么清高呢？说完就过来拉我，推搡期间，我的脖领都被拉低了。你们差不多得了。白天和我搭话的女生走过来挡住我，隔开了几人。她一看就是几人的头，这几个人瞬间就收了手。唐小姐喜欢这样的，放心，我们不抢。哎，你看他脖子后面是什么？我突然想起来脖后的纹身，赶紧拉紧衣领捂住。几个人看到以后都一脸惊讶，为首姓唐的女人皱起了眉。唐小姐，这金色的凤凰纹身，不会是我知道的那个吧？白宁冰别的都好，就是喜好特殊，非要在我脖子后面纹一个金色的凤凰。我一直认为这是白家佣人的标记，平时都拉紧衣领，能挡则挡。刚才拉扯间不小心露了出来。你是白宁冰一直在找的人？不是，我不认识你说的人。听说那小子从小被培养在牛家，神秘的不得了，在这遇到，不会是不要了吧？要不跟着我们得了，长得细皮嫩肉的。姓唐的女人立刻阻止。唐月生，你丫的，你不会看上这小子了吧？干嘛阻拦我们？我带你们出来，可不希望你们有事儿。这金色的标记白家可不是谁都给的，圈子里的人都知道，这小子对白宁冰来讲可不是一般人，你们别作死。唐月生，没想到唐家的少主竟会出现在这里。几个人觉得无趣，匆匆结束了宴席。经理点头哈腰的送几位小姐离开，还不忘瞪我一眼。我走到唐月生面前，感谢唐小姐为我解围，请您替我保密，虽然可能也没什么可保密的。你居然躲在这里，需不需要我帮你？不用了，谢谢，我过得挺好的。几天之后，几个大小姐回了上京，我也相安无事，这心事彻底放进了肚子里。这天，老板宣布明天雪场有上京来的大人物包场，要临时关闭。我心里有点毛毛的，赶紧和老板告了假，决定在家躲着。没想到第二天，老板就打来了电话，让我赶紧回去陪客人。到了酒店，老板撵着我前往套房，看到门口站着的几个保镖，我有点想哭。我假装不经意的转身，还没开始起跑就被架了起来，押进了套房内。对面的人转过身来，整个人身上都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气息。这张本来就不爱笑的脸上，此刻如冷玉一样冰。我哆嗦着打招呼：“白小姐好啊。”你躲得够远啊，牛九。小姐你怎么来了呢？是来看看我吗？少给我说笑。
你以为你躲在县城里我就找不到了？长能耐了，翅膀硬了，还敢在酒店打工来了？我是这么教你的。没硬，多亏您的照拂，我工作的很好。您是怎么找到我的呀？你以为你改名牛远山我就找不到你了？你敢用身份证坐火车，我就能找到你。原来我坐上火车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了。那您打算待多久回去啊，小姐？怎么，你不打算跟我回去？我这不是还清了欠款吗？我爸把我50万卖给了您，我付3倍赎回自己。您大人大量放我一马，要是不够，我赚钱再给您。我这还有点钱。说罢我就要掏动，白宁冰此刻的怒火可以隔着衣服烧了我。我以为当初你是气我相亲才走，原来是觉得还清了债要和我断绝关系。牛九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你都别想。凭什么？我又没欠卖身契，我要自由。白宁冰教养好，不想暴怒，摔了一个杯子强压怒火，手一挥带走。我就坐上了回上京的私人飞机，再一次回到了白家。白家的一切都没变，我的房间也和我走时的一样。回家几天，我连白宁冰的影都没见到，一看就是气还未消，我也不敢主动招惹。他虽然放我行动自由，但是走哪都有保镖盯梢，生怕我跑了。晚上我接到了白宁冰的电话，接起来的确是他朋友打来的。你家大小姐喝醉了，快来接人。我到包间的时候，白宁冰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了。大家看见我推门进来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驸马爷，原来是你回来啦！我说他怎么喝成这样？我和几个熟面孔打了个招呼，各位小姐晚上好啊，我来接我家小姐回去。说完就想拉人走，目光一瞟看到了席间的唐月生，看来唐小姐和白家确实认识。你到底是回来了？是啊，没跑掉。需不需要帮忙？你要是想走，可以来找我。没事没事，别给你带来麻烦。不甚明亮的灯光里，唐月生看我的目光显得有点忧郁。来来，扶着大小姐回家了。后面2个仆人扶起白宁冰离开，我顺便给各位大小姐带上了门。上车后，白宁冰靠在车座上一言不发。他的酒量还可以啊，怎么还醉昏过去了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股浓郁的酒气带着清冷的气息就扑了过来。白宁冰轻轻地吻住了我，我瞬间有点僵硬。白宁冰靠了回去，我知道他觉得我很勉强。你还是想走？你怎么永远也不明白我？傻得要死！我只是想赚钱，我不想依赖任何人。我家缺钱，那是你的钱，我要自己赚钱，我要给自己赎身。你这么想自己，我说过你不是我的家仆。可我认为我欠你的钱，我认为我是。你是想气死我？白宁冰，我要赚钱，我要工作，你不能一辈子圈着我，我是个独立的人。白宁冰没办法，为了防止我想逃跑的心，只好让我暂时到白家的高尔夫球场做客户接待的工作。在球场的工作比较简单，负责高级客户的接待和答疑。我气质好，有耐心，而且来的人大多数知道我和白家的关系，也不难为我。唐月生最近总来球场找我解闷，这天正聊着，远处的经理跑过来和唐月生道歉，说是有个新贵家的小姐闹事，把唐小姐的车砸了。我赶紧跟着去处理。期间这新贵不怕死的要来推搡唐月生，我赶紧挡在前面。这是我们的贵客，替客户解决麻烦是我的工作。奈何这姑娘天不怕地不怕，看我挡在前面，直接叫保镖过来揍我。我这暴脾气还没等上头，就被唐月生按住。放手！白宁冰带着一堆人过来替我们解围，下了驱逐令撵走这刺头，并叫经理将他拉入黑名单，再不接待。这是我和唐月生、白宁冰第一次一起面对面，感觉气氛不太对。这是我的人，唐小姐。她是自由人，白小姐，她有选择权。选择？你没看到她脖子上的纹身吗？别人不明白，你还不明白？我摸了摸脖子，这纹身是什么意思？哪天我要偷偷的问问唐月生，看样子他是知道的。我不介意，也不怕你。我赶紧打住这火药味十足的谈话，感谢唐小姐解围，然后拉着白宁冰赶紧走。回到家里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2句。白小姐，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要娶妻也是找个小县城里的普通姑娘，不会在你们圈子里找。等以后你觉得我还够了钱，我就找个好人家结婚。白宁冰憋了一肚子火，扔下我离开了。走之前还踢坏了房间的门。每次气他的时候，我并不觉得开心，但我就是别扭的不想让他高兴。我是真心觉得我应该就这么平凡的过完一辈子。我不是圈子里的人，我的家世、父母样样都告诉我我不配。也许哪天白宁冰遇到合适的人，会试着放过我，我也可以回家去找个普通人过完这一生。我正这样想着，白母找上了我。我直接说了，牛先生，你们的身份不匹配。夫人，我一直都明白，你们养大我已经对我是天大的恩赐了，所以我还够了钱就离开了，我没想要回来。他在乎你，你再离开他还会继续找你。你要是为了他好，就劝他去见见林家的少爷。我答应了。我问白宁冰的司机他在哪，接到消息在酒吧的时候，我穿着牛仔裤就来了。我推门进了包厢，白宁冰坐在沙发上喝酒，旁边站着2保镖。你来做什么？别喝了，林少爷在家等你呢，夫人叫你回去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他，他该得到更好的。他慢慢的吐出一个字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。好。林家少爷离开的时候非常高兴，这么多年等白宁冰，终于有了一点进步。尽管都是他一厢情愿，但能答应见面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。过了几天，林少爷带人来我工作的高尔夫球场打球，点名要我陪同。他大方的笑着和身边的人介绍，这是白家的下人，对白家最是了解。林叔正在和白家讨论婚嫁的事，正好来向我讨教。牛先生，麻烦你和我说说，白宁冰都喜欢什么？我一一说了不少，吃的、玩的、喜欢用的。林叔听着，笑意不达眼底的。一场球结束，林叔满意的打算回去，临走的时候转过头来，牛先生，我一直知道白宁冰喜欢你，很多年了，我一直就这么看着。等她转意，虽然我没等到，但是我不在乎。她是个适合结婚的女人，你配不上她，她只能选择我，我才能给她想要的。杀人诛心，我心里清楚，但别人说出来，我有点失望。您说的没错，我有自知之明。如果你想离开，我可以帮你。谢谢，正好我得给他们点空间，我也想回我的民宿瞧瞧。这个地方还没暴露，白宁冰应该找不到，帮他找了个好老公，我总可以还清了吧。林叔给我弄了架专机，这次他跟踪不到我的行踪了。回到民宿，我就彻底躲了起来，每天就是看看海，做饭，日子轻松自在。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后面的结果，并且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，我还真的在留意有没有合适的相亲对象。我找了个看起来既朴实的女生约着见面，虽然我的父母不在乎，但我也确实到了该相亲的年纪。
己，见惯了上京的富家女子，我也怕自己到时候耽误了更没法结婚了。这女生是县城里的公务员，一见面就向我打听我的工作、父母还有恋爱经历，她对我的样貌倒是很满意。我看着对面干净的女生，每3句话就要提到车子、房子怎样怎样，顿时失了兴致。白先生，听你的意思，你现在没有工作，也没有房子，我希望你以后能上进点，婚前买个房子，再买辆车。我弟弟还没结婚，最好再给我家100万作为彩礼。我抿了一口面前的咖啡，没忍住笑着问了一句：我需不需要给你弟弟再买个车啊？他对我的问题很不满，立起眼睛纠正着：虽然我工资低，但我可是公务员，工作稳定。我妈说了，以后我的老公必须能养我弟弟。我摇了摇头，心里觉得真是浪费时间。我配不上上京的贵圈，但也不至于落魄到找这样的人过一辈子吧。我还是孤独终老的好，最起码我有赚钱的本事。我站起身来，女士，我觉得你不适合相亲，你这样的人就该和你弟弟圈起来一辈子。这女人立刻站了起来，挥起手准备泼我一头咖啡。我还没动，一身精致运动服的唐月笙就把水倒在了她头上。你怎么会找到我？我问了你之前的滑雪场老板，他有你的地址。你知道上京里已经天翻地覆了吗？我结了相亲的饭钱，回到家里端了杯咖啡给他。在海边带着心特别静，上京里发生的事我全然不知。白宁斌以雷霆手段直接坐上了最高的位置，前几天直接收购了林家的产业，林家倒了，他在到处找你，圈子里都知道你又不见了。唐月笙看着大海，笑呵呵的，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。你知道吗？谁如果知道你的行踪，就可以得到500万的奖励。哈，我这么值钱，那我可不可以自爆？我可以替你隐藏。谢谢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我没什么你需要的价值。我欣赏你，我听过你的故事，一个穷小子居然会看不上白家的富贵，非要赎身。我要是想利用你，第一次我就可以暴露你的行踪，但我没有。我其实喜欢白宁斌的。那你为什么？我配不上他，我只是个被父亲卖给他的佣人，我凭什么？我连个普通人都不算，就我这点能耐，做白家的驸马爷，我现在还过不去这个坎。你其实明白白宁斌根本不介意这个，可是我介意。唐月笙为了缓解气氛，哈哈的笑了起来。你喜欢白宁斌，你还在那儿相亲，他要是知道，一定把你抓回去吊起来揍你，再把刚才的女的扔出去喂狗。被找到是迟早的事，没想到这次白宁斌是跟着唐月笙发现的我。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是不是非要走？如果是的话，这辈子如果你不找我，我一定不再打扰你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白宁斌这么脆弱，但我还是坚决的说出，我还过不去心里的坎，请你送我出国，我想学习，我得先是个自由人，这样才有机会充实自己，给自己一个靠近的机会。白宁斌同意了，我如愿以偿的坐上了飞往米国的飞机。我知道我还在他的保护范围内，他虽然舍不得我，但还是依然很尊重我。2年的时间我在国外过得非常充实，这2年我也攒了不少钱，勉强算是个小富豪。草长莺飞的日子里，我有点想家了。收拾好行李，我立刻动身回国。刚下飞机我就拨通了唐月笙的电话，当年走的急我连告别也没说一句。唐月笙开车来接我，一起去吃了火锅。2年不见，唐月笙成熟了不少，收起了阳光少女的感觉。这几年白宁斌到处收购，京圈里人人自危，跺一脚都抖3抖。白小姐都快30了，还没结婚呢，所有世家少爷都快扑疯了，你真是一点不急啊！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就不是，着急没用。哎，对了，这次找你，我一直有个问题，帮我解答一下，我脖子上的纹身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还以为你知道，这代表他认可你是他的人，这圈子里只要不傻，正常不会招惹你，算是一种保护。原来是这样。如果没猜错，这一生他应该只会给你一个人。白家今晚有个酒会，我求唐月笙带我进去。我坐在角落里，看着酒会中的人，这里大半我都认识。从学生时代，白宁斌参加宴席都会带着我，我大半的人生记忆都与他分不开。记忆里，他会大方的向别人介绍我，每次我还纳闷一个下人有什么可介绍的。慢慢的，他身边的朋友会调侃说我是驸马爷，他也从不解释。虽然我是父亲卖给他的，但是我们一起上学，一起读书，一起闯祸，一起说笑。他会给我买东西逗我笑，还会给我过生日，这些我的父母都不曾为我做过。他既像个朋友，又像个长辈。在白家的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照顾我的父母，这些我一点也不知道。虽然脾气臭，但是他很少冲我发火，实在忍不住就会拍我脑袋一下。我看着他端着酒杯四处应酬，直到彼此的目光相遇。穿过人群，他大步朝我走来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开心的笑起来，冲他露出一口大白牙。周围的人都停下了动作，看着我们。累了就回来了。那你还走吗？不走了。他终于卸下了防备，扑到我怀里。在国外的这2年，我慢慢的有了不一样的想法。大家生而平等，谁也不比谁高。更何况我自己现在也是个小富豪，我该勇敢一把，追求一下自己青葱时代一直喜欢的人。这次我自己租了房子，没有住回白家。没过几天，白母再次找到了我。你回来就好。2年不见，夫人的脸上居然有了些许皱纹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她一直是华贵且保养极好的妇人。这么多年，我女儿是个男的就不见，再这样，我都要怀疑她要出家了。当年是我不好，非要拆散你们。你是她的劫，她不能没有你。我和她爸说了，她爸倒是一直很喜欢你，我也不再干预了。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吧。我竟然就这么得到了认可，我还以为会有夫人拿100万砸我，让我离开她女儿的戏码。我都在脑子里盘算好了，100万我够呛能答应。送白母离开没多久，白宁斌就来了，看上去紧张兮兮的。我妈对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就好。我怕你像上一次那样又直接走了。我不走了，留下来陪你。商量结婚的这段时间里，白宁斌特意从老家接来了我的家人，除了2个工作的哥哥，其余的都来了。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是陌生的，毕竟从小就被送走，亲情并不多。我给他们安排了宾馆，结果他们非要住进白宅去。
哎呀，你们看看，还是得咱家小九有能耐，以后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。他们一点也没有为当年卖了我而羞愧，反而享受起白家的好来，仿佛卖了我是对我好，把我送进蜂窝里了。小九啊，这次来也是有事想找你谈。你看看你几个哥哥有的工作都不太好，要不你看着给安排安排，毕竟你以后可是白家的家主。是啊，九儿，咱家房子也是小的可怜，家里孙子都住不下了。你的几个姐姐嫁得不好，还赖在家里呢。听说你赚了不少，帮忙补贴点家用吧。父母的眼里没有一点对我的心疼，满满的都是算计。我当年是被你们卖进的白家，你们是失忆了吗？怎么还对我提这么多要求？这是白家，你们以为这是菜市场吗？要这样那的。白宁冰走过来拦住我，这么多年我其实渴望亲情，他是了解我的，但我的父母一点都不值得我渴望。叔叔阿姨，这段时间就好好的住在这，有什么需要就和下人说就好。哎，好，谢谢儿媳妇哈。他们毕竟是你的父母，过去的就过去吧，放下这心结，你才能过得开心。我是不幸的，小年纪被辗转卖掉，心里都是灰暗，但我也是幸运的，我遇到了白宁冰，治愈了我不幸的童年。